薛珊珊，哦，来了。薛小姐，你怎么怀孕了还来献血呀？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？我怀孕了？你自己看看吧，你的 hCG 指数有多高？这不是怀孕是什么呀？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恭喜你。怀孕了。 我居然怀孕了，我还以为那次手术之后不能怀孕了呢。啊，我怀孕了！我们推出的虚拟货币跟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比特币非常类似，但是呢，又不太会像比特币那样大跌大涨，同时，也要比网络上的虚拟货币更有真实性。货币的通行首重防火墙，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克服。如果账户货币被盗的话，我们能提出合情合理的赔偿或解决方案吗？是啊，我们要不要研究一个补救方案呢？ 对不起啊，珊珊。我们结婚吧。你带珊珊献血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最重要的是你没有一直陪着她。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风月，你太没有责任心了。风月现在一定觉得莫名其妙，又得挨一顿骂。近期我准备要结婚，今天晚上你和严青过来一下，我有事要跟你们商量。好了。幸好是那个护士细心，如果你要是真的怀孕的话。 你知道献血有多危险吗？对了，婚礼的事情我交给风月来处理。或者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没有。我能有什么想法呀？你们家那种婚礼哪是我搞得来的？ 怀孕的事，先不要告诉别人。为什么？你想让别人以为我们是有了孩子，所以才要结婚吗？那就不要说了。这个世界对男女天生的不公平，奉子成婚对男方往往没什么，女方就有可能被说闲话。 尤其是我们差距这么大，风腾是在保护我吧？我整个脑袋现在还在乱哄哄的，仓促之间，他竟然什么都帮我想到了。哎，我还说呢，怎么这么天大的好事儿，竟然是风月告诉我的？风腾，你这哥们儿你怎么当的你？啊？还有你珊珊，
这个风腾是怎么跟你求婚的啊？你怎么就能答应他呢？像这种事儿啊，你应该跟大伙儿说，我们一起帮你出个点子，整整他。就是。哥，你怎么突然就要结婚啊？不要说你是在医院向人家珊珊求的婚。我是来跟你们讨论婚事的，不是来接受盘问的。地点的确太奇怪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并不是求婚吧？那怎么行？我已经答应人家丽叔要帮他准备婚礼了，现在你突然就要结婚了，那我怎么忙得过来嘛？哎，你们是嫌我特别闲，给我找事儿做，对不对？结婚是大事儿，必须得一个一个来。盛琪和丽叔的婚礼推到半年后吧。我在过完年之后马上结婚。啊？那3个月时间都不到啊？啊，珊珊，这个时间很敏感哦。哎，珊珊，你是不是过了3个月就不方便了？明年公司有几个大项目，如果这样忙下去，1年马上过去了，所以我希望在2个月之内结婚。侯爷，你如果觉得时间太赶的话，我可以找婚庆公司来办。那怎么行？我已经想筹备你的婚礼好久了。明天呢，我就找王叔去趟苗府，我们去找几棵喜庆点的树，把院儿给装饰一下，再把大门给重新粉刷一下，这样就喜庆了呀。最重要的是要挑一个黄道吉日。哎，手机借我。啊。还好婚礼的细节让风月兴致盎然，让他忘记追问我们为什么要结婚。我们就要结婚了，感觉有点不真实。哇塞，盛琪怀孕了，真的假的？啊？是谁啊？盛琪，就是那个女演员啊。是吗？是吗？哎，听说怀的是上杰集团的公子哎。没想到遭到了上杰集团的官方否认，据说还要验 DNA。哎，男朋友一家人躲起来就算了，居然给这么正式的回应，太难看了。不会吧，我还挺喜欢盛琪的呢，没想到他演技那么好，眼光那么差，想用一个孩子来套住他，简直脑残啊！可是上杰集团那是100亿集团啊，就算套不出一个败家子，那就生一个孩子，套住一整个集团嘛。就算不结婚，怎么着也得拿上几个亿吧？对哦，这话有道理。哎，那这个给你，这个我拿走了啊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只要差距大，大家就都会觉得高富帅身边的女孩子都是有目的靠近的。怀孕也是一种手段。哎呀，不知道风腾心里有没有过一丝丝的念头，我想用孩子套住他。下午记得请假，去检查。珊珊，怎么了？肚子不舒服吗？啊，没有，吃太饱了。哦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一起去。徐小姐，你没有怀孕啊？啊？没怀孕？那头2天我去献血，验血的护士说我怀孕了，还说那个 HCG 过高什么的。化验单你带了吗？带了。HCG 高不一定是怀孕的缘故啊。是什么呀？你今天的化验单上 HCG 是正常的，或许当天你体内的激素过高。曲小姐，你有没有在服用激素？没有啊，我有好一阵我连中药都不吃了。那曲小姐，你想一想，化验之前你有吃过什么？吃什么？就是有同事给了我
就蛋黄派吃。那估计就是这个引起的。医生，你确定我没怀孕啊？没有。可是我最近确实感觉到身体会累啊，有点累。那有时候啊，要适度一点，节制一点。下次你怀孕，我们不来这一家。绝对不来，吃坏东西就以为我怀孕了，搞什么乌龙嘛！哎，不过幸好我没有跟更多的人讲我怀孕了，不然我就不光只是在医生面前丢脸了，我还要一一跟大家解释我为什么没怀孕。想象力丰富的，肯定还以为我因为上次那场大病，我就怀不了孕，留不住孩子了呢。我说你怎么只想自己啊？其实这样我也很辛苦啊。你辛苦什么呀？如果大家都知道了，就要弄假成真，努力让你怀孕，你说我辛苦吗？以大老板的个性，如果广而告之，结果却发现没怀孕，他的确干得出让我赶紧生一个这种事儿。哎，好吧，我没怀孕，应该觉得更幸运了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多呀？哎，你说我哥跟珊珊那么着急结婚，不会是珊珊已经有了吧？不会吧？珊珊如果有了的话，一定会告诉你的呀，让你在筹备婚礼的时候都注意。哎呦天哪！我刚看这些喜帖，看得我眼睛都花了。也是，既然没怀孕，又何必赶着结婚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，冯大小姐？哦，你希望你未来的嫂子在婚礼上穿孕妇装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过去年医生说，珊珊动了手术之后，可能还要调养几年才能怀孩子，兴许还，哎呀，都不敢想。你怎么想这个呀？珊珊跟封腾的感情这么好，哦，那人家不怀孩子还不能进你们封家大门啊？哎呦，我的好丽叔，你就尽管责备我吧。我知道啊，我这样说特别的不对，但是你想想，我们父母死得早，我哥又是我们家唯一的独子，我当然得考虑传宗接代的问题啊。你就不要操心了，我跟你说，珊珊还这么年轻，来日方长，这以后啊，珊珊一定会给封家生一个白白胖胖又不爱挑食的好宝宝。但愿如此哦。来。啊，还有这么多呢，我选呗。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啊。挺喜庆。昨天发现自己怀孕，今天又发现原来没有孩子。短短的时间里，我好像也对这个虚幻的小生命投入了感情呢。可封腾怎么都没有一点失落。没有孩子，他就这么轻松吗？你不喜欢小孩啊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就好像有没有孩子，你根本就不在意。有孩子我开心，没有孩子我也开心。我不希望我们因为孩子而结婚。况且你现在太小了，现在让你当妈妈，我不忍心。哎，我怎么小啦？我那些同学全部都当妈了，我今年都23了。
23。你还太小了，可以再多玩几年。是你自己想玩吧？我是想玩啊，不过我玩什么呢？风腾，你真的觉得我能怀孕啊？我不是让你相信我吗？是不是最近伙食不好啊？不过我是应该反省一下的，要不然你的肠胃怎么可能会有空间装什么蛋黄派呢？你饶了我吧，那是因为风月特别交代的，为了穿礼服好看，我要节食，所以我要控制。问你个问题啊，上次托你带礼物回老家的那个人是谁？阿佳。他给你吃蛋黄派的呢？还是阿佳。你不会又做了什么吧？阿佳的人是糊涂了点儿，但是他挺好的，工作也很认真，也很努力。没什么，他该……恭喜你成为心动游戏的出纳组长，能从助理一下子就成为外派的财务组长，你可是第一个，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我一定会的。还真多亏大老板的想象力呢。上次误带违禁品到了封家老宅，让我们有机会交往；这次吃蛋黄派，误以为怀孕，让我们准备结婚。风腾说，阿佳是另类的媒人。我就知道我会成为风太太的闺蜜嘛。小点声，别让别人听见了。其实，我现在也不太确定要不要结婚。毕竟风腾是因为我怀孕才想跟我结婚的，但是搞错了，没有怀孕。那他有没有暗示你他不想结婚了？没有，他说有没有小孩都很高兴，他还说也不想因为孩子跟我结婚。对呀，这就是不管怎样都结婚，这不就对了吗？你担心什么呀？可是他最近都没有跟我商量过结婚的事情。因为结婚的事情根本就不需要你操心嘛。这想也知道，你跟风腾两个人在婚礼上唯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穿好漂亮的婚纱还有礼服，然后出现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又不懂什么名牌，那婚纱这行那行你又不懂，你就让枫叶小姐给你办不就完了？风月也有2天没有联系过我了。哎呀，你想啊，这风家的婚礼怎么地不也得筹备个3、5个月呀？这才2天，才哪到哪儿啊？哎呀，你们就别取笑我了。哎，其实我想过了，如果过段时间风腾还是不跟我商量结婚的事儿，然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，就不结婚了。我觉得也挺轻松的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。到现在我还不确定风腾是不是想结婚，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结婚。不是你又犯什么傻呀？又犯老毛病是吧？哎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未来的老公可是风腾先生，你将来的生活只能越来越好。你犯什么愁呢？哎，你不会得那什么婚前恐惧症了吧？
婚前恐惧症。就是婚前思想紧张、思想混乱，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担心。本来想还可以开开心心的恋爱一下，又想到婚后的生活非常没有自信，怕对方不爱我，或者觉得我们俩越来越不好，该怎么办？就是胡思乱想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哎，你这么着，坐直了，右手拿起来，放到这儿。45度，问问自己，你爱风腾吗？这还用问呀？当然爱了。那就接嘛，你还想什么呀？既然人家风腾说了要跟你结婚，那就说明人家把你当做他以后生活的另一半，对吧？你就踏踏实跟他结婚就完了，想那么多干嘛呀？其他的事儿，不结婚光想象也遇不到。哎呀，我怎么说了这么精辟的话？我也写我下部小说里。来，好香啊！哥，你快看啊，这是3家顶级的婚庆公司策划的简介啊！快看一下，你跟珊珊商量一下，喜欢哪一个？不是说让你说了算？我可以做决定啊，但这是你跟珊珊婚礼的大事，你必须给我意见。我们家里本来人就少，爷爷去世之后呢，你又一直不肯谈女朋友，我一直都很担心的。但现在好啦，1年的时间，我哥找到了女朋友，而且呢就要结婚了。婚后再给我们添一个小风腾，我们家又可以热闹起来了。结婚以后，我们不会马上要孩子。为什么？珊珊太小了。20多岁的女孩子不生孩子，等到80多岁再生啊？不会是珊珊身体还没好吧？风月，我知道我的责任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封家的传宗接代和我的婚姻联系到一起。不是哥，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直接告诉我。珊珊，她还能够怀孕吗？当然可以。我回来啦！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月月，你也在啊？哎，来，快，这边儿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聊你的婚礼呢？看一下，这是3家最顶级的婚庆策划公司的简介，这是以往他们办过的婚礼案例，你看一下喜欢哪一家，好漂亮，明天就可以告诉我啦。啊，明天？如果太赶，婚礼可以先缓一缓。你不是说今年的集团事情特别多，明年开年就要结婚吗？我是说如果的话，不想你们太累。哎呀，那早结晚结都得结，都得看，是不是？来看一看喜欢哪一种，比如说有粉紫色，有蓝色系的，还有绿色、白色，还有地中海色系的，各种各样的。我觉得红色也不错，特别的喜庆。还有呢，哎，我们的这个水晶灯，太漂亮了！要是你们这个上面有水晶灯，感觉真的像是打算将婚礼不了了之的前奏啊。特别的多，有玫瑰的，有粉色的，这个叫小王子。阿妹，还没去吃饭呀？大老板在吗？在。珊珊，等会儿你陪大老板吃饭，麻烦吃久一点，拜托。怎么了？计算机有点宕机，等会儿大老板又要看客户和厂商的资料，不过还算好，这些政商名流的资料都打印出来了。不过最近公司好像没什么大活动啊，怎么突然要这些资料？珊珊，不会是你和大老板要结婚了吧？没有，你别乱说啊！
阿梅，电脑什么问题啊？快来，帮我看一下。快帮我看看，这些资料都很重要的，千万不能弄丢了啊！拜托，交给你了啊！已经在搜集宾客名单了吗？所以还是如期举行。封腾的婚礼对集团来说是件大事儿吧？肯定得搞个公开对外说明什么的。但是阿妹虽然跟我交情好，还是不要冒险问个究竟的好。封腾，那个结婚日期定好了吗？大概需要几天呀？因为我好跟科长请假。朝闻风月。不过不急。不急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急着请假，还是不急着结婚呀？封腾始终对结婚这件事好像没有特别的期待，也没有说不。到底想不想结婚呢？